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宣布一个利好消息，绝对是让全球派社区都沸腾的一则超级重磅消息。Pi Network 的创始人范成雕博士已经确认将会以演讲嘉宾的身份出席2025年新加坡 Token 2049全球加密货币峰会，而且 Pi Network 还直接拿下了这场大会的金牌赞助席位。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块镀金的招牌，而是 Pi 正式把自己推向全球行业舞台核心圈层的重要一步。要知道 Token 2049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加密大会，它被公认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区块链盛会之一。每年无数行业领袖、投资机构、创业公司、媒体、监管人士都会聚集到这里，分享趋势，探讨未来。Pi Network 此时的登场不仅是亮相，更是一次证明。Token 2049的分量，行业风向标，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件事能在社区里引起如此轰动。Token 2049新加坡峰会将在10月1日至2日于滨海湾金沙酒店举行，预计将有 2.5 万名参会者，7000家企业，500家参展商齐聚一堂，同时还有超过300位重量级嘉宾进行演讲和研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区块链、加密货币，甚至与之相关的 AI、金融科技、支付和监管领域的精英力量都将在同一时间点汇聚在新加坡。而 Pi Network 不只是参与者，更是金牌赞助商。我们知道，一个新兴项目如果想被全球认可，光靠社区的热情是不够的，它必须在行业顶级舞台上亮相，接受全球目光的检验。而 Token 2049就是这样一个舞台。过去几年 Token 2049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举办，每一次都能引发全球媒体的聚焦。这里诞生过无数合作机会，也见证过许多项目从小圈子走向大舞台。所以 Pi Network 的出现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Pi Network 的战略意义不只是赞助，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花钱买曝光吗？其实远远不止。Pi Network 选择 Token 2049金牌赞助，背后是一种战略性考量。在这种国际化场景里，超过 60% 的与会者都担任企业高管职位，其中不乏风投、基金、交易所高层、支付巨头以及各类生态建设者。对于 Pi 来说，这不仅仅是宣传，而是一次资源和伙伴关系的拓展。第一， Pi 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直接向全球最顶级的投资人和机构展示自己的发展路线和技术进展。第二， Pi 有机会与潜在的合作伙伴面对面沟通，从生态应用到支付集成，再到技术落地，都可能在现场敲定初步合作。第三， Pi 也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回应外界对它的质疑，比如可扩展性问题、实际落地场景不足等等。通过展示实实在在的用户基础、生态进展和愿景，让怀疑者看到答案。换句话说，这一次 Pi Network 是带着答卷去参加考试的。重磅嘉宾阵容， Pi 与谁同台？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嘉宾名单，就能更直观地理解 Pi 为什么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年已经确认的演讲嘉宾包括币安 CEO Richard Ting、 波场创始人孙宇晨、 Robinhood CEO Vlad Tenev、 AF 创始人 Stany Kuchov、 以太坊早期核心人物 IHK CEO Charles Hoskinson、 Consensus 创始人 Joseph Lubin、 前 Coinbase CTO 知名投资人 Balaji Srinivasan、 Tether 首席执行官 Paulo Ardoino、 华尔街老牌分析师 Tom Lee。 除此之外，名单里还有一些跨界人物，比如企业家布莱恩·约翰逊以及特朗普家族成员 Eric Trump、Donald Trump Jr. 等等。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加密人的舞台，它更像是一个科技、金融、文化交汇的全球枢纽。而 Pi Network 作为金牌赞助商，自然会被推到核心对话圈层。想象一下，当全球行业巨头在谈论支付、
去中心化 Web 3与 AI 融合的时候，Pi 有机会把自己定位为下一代普惠型区块链网络，这种价值是无法用金钱单纯衡量的。自从 Pi Network 官宣这则消息以来，全球先锋社区的热情瞬间点燃。论坛里、推特上、Telegram 群组里几乎都在讨论一件事： Pi 是不是要正式出圈了？很多人认为这是 Pi 从开发阶段走向行业化舞台的重要信号。长期以来， Pi 一直被批评缺少大规模的官方市场动作，更多是靠社区自发传播。而这一次直接站在 Token 2049这样的顶级会议舞台上，无疑是给了全球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Pi 已经准备好被世界看见。还有支持者指出，这次赞助和出席可能会带动一波潜在的战略合作，比如与支付平台、Web 3应用公司，甚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对接。如果这些落地合作能成型， Pi 的实际应用场景就会进一步扩大。Pi 的双重策略，稀缺性加采用率。值得注意的是， Pi Network 出现在 Token 2049的时间点非常耐人寻味。过去几个月， Pi 官方已经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基础挖矿率不断下调，目前已经接近稀缺临界点。分阶段解锁代币，以减少市场一次性冲击。强调长期参与和质押机制，鼓励用户把 Pi 看作是一种未来资产，而不是短期套利的工具。这些措施背后的逻辑很清晰，通过控制供应和增强稀缺性来维持代币的市场稳定，同时推动社区更加长期化的参与。而另一方面， Pi 也在努力扩大采用率。凭借全球超过7500万注册用户和1500万已完成 KYC 的主网账户， Pi 在用户基数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去中心化实验之一。这种稀缺性加采用率的双重策略，本质上是想在价值模型上形成闭环。而 Token 2049正是一个向全球资本和行业展示这套逻辑的舞台。为先锋而建，为世界而建。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听过 Pi 的口号：为先锋而建，为世界而建，为未来而建。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宣传语，而是 Pi 一直以来的核心理念。自2019年启动以来， Pi 的最大亮点就是人人可参与，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点击就能挖矿。这种极低的参与门槛，让 Pi 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广泛传播的加密项目之一。尤其是在一些传统金融体系服务不足的地区，比如非洲、东南亚、南美洲， Pi 给了普通人第一次参与区块链经济的机会。可以说， Pi 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实现去中心化的真正意义，让区块链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数千万、数亿人的共同网络。而在 Token 2049上， Pi 也将带着这份愿景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不是只为先锋用户而建，而是要为全球普通人乃至未来的数字经济提供一条全新的路径。10月新加坡 Pi 的考验与机会。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10月的这场盛会。对 Pi 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曝光机会，更是一场综合考验。它需要向全球行业展示自己的愿景、成果和路线图，同时也要直面各种质疑与挑战。如果 Pi 能够在 Token 2049上明确传递我们的愿景、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的经济模型，那它在行业内的地位将会上升一个台阶。如果 Pi 能借此建立起若干高质量的合作关系，那么接下来的生态发展将会迎来加速期。当然，这同时也是社区对 Pi 团队的一次检阅。全球用户会期待看到更多实质性的消息，比如开放网络的进展、应用落地的新动作，甚至是潜在的交易所对接。正如一位社区分析师所说， Token 2049是 Pi 的一场成年礼，这是 Pi 走向全球行业核心的第一次正面较量。Pi 的全球时刻，朋友们，2025年注定是 Pi Network 的关键年份。随着挖矿率的进一步下调，生态应用的陆续落地，以及在 Token 2049上的高调亮相，
Pi 正在逐步从一个社区实验向一个全球区块链网络转型。新加坡的舞台，全球的目光。Pi Network 这一次能不能借势打破边界，赢得更多认可？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不论结果如何，这场盛会都将成为 Pi 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我们每一个先锋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以上就是今天的深度解析。如果你和我一样对 Pi 在 Token 2049上的表现充满期待，记得点个赞，订阅一下。下期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 Pi 的最新一手消息。